先祝各位中秋愉快啊！这几天咱们欢度国庆佳节，全世界呀也是热闹的不行。概括一下形势，就是资金在向东汹涌的流动，港股的 IPO 规模全球第一，是2、3、4名的总和，而混乱和矛盾在西边渐次的因为失去资源的润滑而尖锐的爆发了出来。其实现在的世界就是个跷跷板。资源被稳定和发展吸引，香港就红火异常，而稳定的另一端就是日本的极右翼高市上台，欧洲动乱，以色列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各种乱。这些政治事件既是资本离开后的结果，也是造成未来该地区经济进一步恶化的乱源。今天就聊一下最近的国际形势啊。之前我给大家介绍过，欧洲的国债其实实际情况比美国还要糟糕。随着7月中欧峰会被冯德莱恩自己放弃了机会的窗口，欧洲上桌的结局已经不可避免。没有可能美国的福利制度和国内矛盾都极化到要物理消灭意见者了，欧洲还歌舞升平啊！只要美国不好，欧洲肯定会乱，这不就来了吗？美国政府刚一停摆，先是英法德意西从11开始爆发大规模的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示威活动，场面之火爆啊，有一种你们要是不救巴勒斯坦，我们就把自己家折腾成袈裟的决绝。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欧洲的游行示威活动可不是简单的一种民意表达，而是专业的政治团体和 NGO 组织掌握的一整套非常成熟的具体的利用民意发酵以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的政治手段。以色列也不是头一天如此倒行逆施了，这么多年了，欧洲突然就有了良心，而欧洲的游行呢，却都是每次都在欧洲国内出现危机的时候才爆发了出来。他们的人道主义者嘴里都是主义，但是你要是结合一下他们制造热点吸引关注的时间来看，根本就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生意。欧洲的政客需要搞环保胁迫，给全世界发展中国家加征碳税的时候，环保少女那是见不得一丁点的石油啊！欧洲的极端环保主义者那简直是恨不能回到原始社会。而现在呢，欧洲缺能源了，柴油发电机随处可见，他们取暖的时候倒是不嫌弃碳排放了。之前配合民主党大谈 Me Too LGBT 的时候 ，J.K. 罗琳都被暗杀恐吓了。如今倒是声援艾玛沃森的那平权主义者一下就不激进了。实际上我们看见的主义急先锋，就是西方政治集团必有重赏之下接皇榜的那个勇夫啊！只要你为了我的政治目标整出点花活来，你就是被重点栽培的对象。于是大家就看见了，之前被民主党捧进各大颁奖礼的主动变性的那个演员艾伦佩吉，如今已经是查无此人了。而之前专攻环保的瑞典少女就开始换了赛道了，开始跟以色列 battle 了，突然就从心疼空气水源变成了对巴勒斯坦人民感同身受的圣人了。我支持一切对巴勒斯坦的人道主义救援，但是对于现在欧洲一众 NGO 突然的对巴勒斯坦的政治正确，我的判断是西方的悬赏的彩头已经换了标的了。现在就是看哪个红人整得花活好，就能论功行赏了。至于环保少女有没有受到虐待，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花活是不是足够吸引欧洲人的眼球，是不是完成了西方政客转移矛盾的需要，这属于是真小人。而有些人呢，看我领子没整理好，就脑补出我擦边的意图，然后痛斥我有失风骨之流，都算不上是伪君子，属于是钟情幻想了。这是一种病，吃药可以治啊。夹带两句私货，书归正传。我原以为环保少女率欧洲人道主义者船队驰援巴勒斯坦被捕，已经是这波表面反犹，其实是各欧洲政府转移国内矛盾的最高潮了。没想到真正的高潮竟然依然在欧洲。英国发生了针对犹太教堂的恐袭，法国总理上任不到1个月再次辞职。而在美国必须要从盟友那里榨取好处供给自身的情况下，欧洲的核心矛盾是没有办法解决的，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社会的矛盾和动荡只会不断的加剧。因此，即便美元进入降息周期，资金也不会回到欧洲，而欧洲为了减轻内部的压力，未来势必要不断的对外输出矛盾。而欧洲输出自身矛盾的靶子，最近几百年是俄罗斯，上千年前的那个倒霉蛋就是油子。接下来，政治和经济的剧情基本上都会围绕着这个靶子来展开。而如今，联储10月降息的概率已经飙到了100%，降息之后，资金吃不到高息，就会流出美国的金融市场。那不回到欧洲，除了我们的 A 和 H， 就剩下本子家的市场了。如果从这个角度看高市早苗的当选，我想可能就不如自媒体们的一致乐观的态度了。首先，高市当选，日股大涨，市场交易的预期是这位安倍女孩会原样的复刻安倍经济学，继续大宽松大放水。但是这一点要是从美国的需求上看，可就不一定了。对于美元加息降息更本质的理解是，美国可以决定美元在自己国家的资产里，还是去别人的资产里。
加息时让资本进入本国资产，刺激创新生产和增值；降息的时候进入别国的资产，抄底、破坏、埋雷，坐等增值。那么现在就是美国决定美元应该进入别国优质资产的周期了，奈何这一轮加息没有成功打爆任何一个经济体的核心资产的价格，连摇摇欲坠的阿根廷都通过咱家的货币互换协议撑住了，没有可以抄底的资产，那进入咱家的 A 和 H 就是帮我们进行资产价格的修复。欧洲的资产还不如美国呢，现在就剩下了日本了。那标准做法就是让本子家主动做低资产价格，也就是加息把资本收回到银行，然后把实物资产的价格降下来，让美元流入，夺舍日本的资产，这是最大程度保障美元信用的一个办法。上次降息，本子就配合抛售自家的 ETF 来给主人冲击。那么问题来了，未来美元进入降息周期，日本的右翼纯粹就是靠美国战后的不清算才苟延残喘到现在的。作为麻生太郎应付上墙的高市，有什么能力可以无视主子的需求搞宽松呢？就是现在安倍回来了都不可能。而且所谓的对中美俄都敢叫板，不过是日本右翼为了凝聚更为极端的民粹选民想出来的一种竞选策略罢了。我之前讲日本军国主义余孽的一篇视频里给大家梳理过，其实日本右翼的政治清算没有完成，他们的正当性是存有极大的危机的。换句话说，有一天美国如果把他们的罪证往他们头上一扣，把二战战犯、反人类的战争罪的余孽的标签一贴，全世界的制裁大棒一亮出来，右翼立刻就会失去政治的土壤。右翼拿什么来反美呢？也靠某些人那种觉得全世界都在擦边讨好他们桃花癫一样的自信吗？到时候本子的选民其实跟欧洲现在那些为了巴勒斯坦在自家点火哭丧的乌合之众将会如出一辙。美国豢养的政治团体和舆论操弄一旦开动，所有的选民都是一样的乖顺配合集体无意识，所以高市的上台本身就是美国的一出阳谋，人厌狗嫌的盟友一句话就足以引发地缘动荡的疯子政客，就是美国玩的最溜的戏码。中东放一个以色列，东亚放一个脚盆鸡，三哥和飞猴子搞事儿，我们可以克制对待，但是要承认，脚盆鸡要是不要命的拿着军国主义的招魂幡来叫嚣，说实话连我都忍不住。因此在高市上台之后，我们要是想保持全力以赴的发展冲刺，不被分散精力还是相当有难度的。即使我自己深知那就是美日给我们准备的坑，我也觉得很难像应付三哥和飞猴子的那种方式举重若轻的应付。如何化解美日这出阳谋，将非常考验咱家的政治智慧和战略定力。当然我们不惹事儿，也绝对不怕事儿，我们也一定要对方明白拉我们下水的代价。有些国家会失去西太平洋，有些国家会失去自己的历史。所以现在回头再来看看，咱家从开始就不接茬蛇破帽和言无意的示好，不断的秀肌肉，从福建舰的弹射到歼35A 内舱的设计，全是细节满满的警告，是不是颇有先见之明啊？如今时局动荡，纵观寰宇，其实也就只有东方这一处繁荣安定之所在了。这份安稳里没有一点侥幸，全是步步为营、高瞻远瞩的布局和营造。有幸生于华夏，是我辈之福。今天是中秋佳节，我在这里祝各位家团圆，人安乐。这么长的看完啦，关注一下吧。